5月24号凌晨，郑浩将尸体抛弃在废弃车场里，然后出差去演出，妄图逃过法律的制裁。可以呀，你分析的够细致。这种情杀案，我以前在省厅实习的时候见过好几起，大多都是这样。反正啊，在外面包小三的男人没什么好东西。行了，八卦聊够了吧？啊？办案不是故事会，什么事情不能光靠猜测，一切的推论都得靠证据。哦。郑浩，现在全部的物证都指向了你，你应该相当清楚吧？就算你编再多的谎，都是没用的。5月23日当天，你见过张雨晨吧？我们确实在他家见过，而且我们吵了架。我们说彼此要冷静冷静。张云晨说，在我没离婚之前，他不会再和我有任何的联络。他让我把所有东西都拿走。确切的说，我是被他赶出去。我没杀人。你为什么要隐瞒你跟张雨晨的情侣关系？我是一个有社会身份的人，这种事情，我肯定在第一时间否认。你的白色衬衫为什么会出现在他家的洗衣机里？我不知道。电话线上有你的指纹，这又为什么？这些我真的不知道，我可以对天发誓。我爱雨晨，我怎么可能去伤害他呢？我看你平时的婚外情人可真不少。对不起，这是我的隐私，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雨晨他是第一个让我动离婚念头的人。我和张雨晨是在旅途中认识的，他知道我是谁，而且他也喜欢小提琴。我不知道他会这么崇拜我。12岁的时候，我第一次看你演出，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你是我一个遥不可及的梦。现在，我觉得我的梦用另外一种方式实现了，我不会后悔。雨晨，来。你想好了？嗯。
你结婚了？我现在算什么呢？小三、情人，还是一夜情对象啊？雨辰，不是你想的那样，只是我现在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才好。对不起，我不是这种人。我们以后不会再见面了，是吗？对不起，我今天有点累了。今天能不能就先到这儿了？好，那今天到这儿吧。李队，找他一下。林涛，我今天要布置给你一个任务。打住，我也有个任务要给你，帮我去叫那谁，今晚老张小厨吃个饭。那谁是谁呀？这不明知故问吗？这样吧，让你们法医部门全部一起来。哎，那总得师出有名，是不是李队？我林涛绝对不会低头的。告诉秦明，我是为了环环，也是为了我们工作。再说，明明是秦明自己的错，他自己在那和彪哥在叭叭叭叭。队长，今晚一块儿去呗？不去。九表姨最近怎么怪怪的？算了，水表姐，说好了啊，今晚好好给我评评理，别总向着秦明。人家秦明不是董门镇的人吧？彪哥和环环也不是，就只有你是。你身上就没有一种使命感，没有责任和义务吗？我跟你说，请客吃饭这种事儿呢，还是得自己说，这样才有诚意，懂了吗？秦明，谢谢。各位法医部的老师们，我来兑现我的承诺了。老张小厨，上次去合川县的时候不是说了吗？想请大家一起吃个饭。你什么时候说过？说没说过不重要，就今天啊，都别推辞。我还是不太习惯在外面吃饭，我先走了。秦明，那也行，偶尔可以例外一次嘛。走。老板，来碗牛肉。哎，来了，马上啊！好嘞。老板结账。哎，好嘞。刚做完就好了。哎，好嘞。你们桌是158，自己扫码啊。哎，好嘞。哎，老板，我和我女朋友等1个小时了，下一桌就是你们啊。走，哎，慢了。老张，老张，我当是谁呢？原来是林少爷。低调。那个老张啊，咱今天人有点多，帮我整个位子呗。哎，加塞不好。什么加塞？我这提前打过电话，这叫预定。咱们小店不实行预定，那个你们例外。稍等。等一下啊。来，先喝点水。老张啊，老样子，我还是要花椒鱼翅底。好嘞。环环呢？啊，我也花椒鱼翅。师傅你呢？一样。我要浓汤牛肉锅。我要一点荤腥都没有。一点荤腥都不要吗？哎，对了，老板，这个麻烦您用开水帮我消毒，谢谢。
是不是要在开水里煮5分钟？啊，不用5分钟，2分钟就行。那你要不要去后厨看一下消毒的过程？可以吗？那就。老张，他这人就这样，你不用管他。年轻人要活得坚强。他是说我脆弱的意思。齐明啊，我那天对不起，我没听错吧？齐明刚刚说对不起3个字啊。其实是我没做好，多亏你了。彪哥啊，我知道了。所以就没人接受我道歉了。哎，你是不是傻？你听不明白大家意思吗？没人怪你啊，你又给环环打抱不平，又替秦明出头，这不挺好的吗？所以是你建议大家一起吃饭的。这个情况就比较复杂。是挺复杂的，所以咱们以后2个部门就更加亲密的来，更加亲密，来干杯！干杯！我们查了你的资料，您已经有1年多没有上台演出了。对，为什么？一些原因，我觉得我自己没有办法在舞台上取得更高的成就，音乐离我越来越远。那段时间，其实我想过死。我本以为张雨晨是来救赎我的，但是我错了。那不是头等舱的郑浩先生吗？这都马上要登机了，你跟他那么熟，你去把他叫醒吧。快去了。先生，先生。最终，我还是选择面对死亡。我服下了很多的安眠药。快叫救护车！郑浩，郑浩，郑浩！你感觉好点了吗？都还是有点疼，不过有你在，我心里舒服多了。医生说你吃了过量的安眠药，你……雨辰，我试过，可是我发现我离不开你。那你就来找我，来告诉我为什么要用这么傻的方法，为什么一定要走这条路？你没有资格。我是一个有妇之夫，你的家人是不会同意你和我在一起的。可你离不开你妻子。我知道我自己特别自私，不敢离婚，也不愿意对你放手。你知道吗？我的婚姻就像是一桩生意，如果我离婚了，我的事业就全毁了。你还爱他吗？
爱。如果这种生活算是爱的话，那人生该有多绝望？雨辰，我之所以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完全是因为他。你听说过开放式婚姻吗？开放式婚姻，就是我的妻子可以去找别的男人，我也可以去找别的女人。在感情上，我们不束缚彼此。对了，我认识他的情人，也许你们该去问问他，就能更加理解我们的生活方式了。开放式婚姻，什么鬼啊？这不罕见啊，很多人都会组成临时夫妻，这就叫开放式婚姻。我不明白，婚姻意味着束缚，开放意味着自由，这两者是矛盾的呀。一个合伙公司的员工，他们的共同目的都是给公司赚钱，但他们都有找乐子的权利。这种夫妻关系呢，就很像开公司，他们为了更高的共同利益。你怎么会那么懂？一个好的警察必须得是一个出色的社会学家。所以你们是赞同开放式婚姻了？当然不。所以我们在这里讨论开放式婚姻，跟郑浩有没有犯罪有什么关系吗？开放式婚姻的重点呢，是白头偕老的目标。就比如说，你坐一辆火车，你可以选择在中途下车休息，但只要一旦发车，你就必须再回到车上。问题是，如果其中一方选择留在了风景区，没有上车的话，那另外一方就会感到极度的愤怒还有痛苦。灵魂背叛要比出轨还有婚外情更让人绝望。所以你的意思是，如果他妻子知道郑浩是为了张雨晨和他离婚，她的丈夫完完全全爱上了另外一个女人，那么他妻子是不是就有杀人动机了？你妻子知道张雨晨吗？不知道，我没和他提过雨辰。他难道就没有好奇问过你离婚的理由吗？我只是告诉他，我想改变一种生活状态，我想要过正常的生活。可无论什么理由，他都不同意。张雨晨也无法接受你的婚姻状态吧？对，一开始是这样。开放式婚姻就是结婚后各自保持情感自由的生活方式。这个是他提出来的，也是他想要的生活。我一直都在努力的配合他，可是我每次见到他和别的男人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会报复性的去和另外一个女人在一起。我知道我这么做是不对的，但是我不这么做的话，我恐怕活不下去。你爱他？我承认，我曾经爱过他，可是现在只剩下了麻木。我就像一具火热的尸体一样。所以你之前说你因为音乐才四处留情是假的？我怎么可能把我人生中最痛的伤疤揭开，给别人看呢？那你揭给我看是为什么？因为我爱上你了。雨辰，我真的爱上你了。哎，这个不是经常坐我们航班的郑先生吗？我就说怎么这么脸熟。哦，原来他是罗琦的老公。原来他们都隐婚10年了，这又是女强男弱的一对儿啊！是啊，他是著名小提琴家，得过很多金奖，很厉害的。哎，你是不是也学过小提琴吧？嗯，音乐老师跟我说过，他8岁就登台表演了，是音乐神童，而且合川县没有出过什么人才，在小提琴领域，他就是神一样的存在。哇，好羡慕啊！难怪一个小提琴王子，一个时尚女王，他们真的好般配啊！是啊，你看他们两个人眼神，好有爱，对不对？
女的美，好羡慕身材啊！对呀，不愧是时尚女博主。羡慕。你是从什么时候真的爱上我的？那天早上，你站在窗前，拉着小提琴，阳光洒在你的身上，是那么的圣洁、美好。那是我在演奏时最想达到的状态。可是就在那一瞬间，它居然出现在了你的身上。那一刻的你，比世界上任何一件东西都要美好。你可能觉得我特别矫情，但是这就是我的真实想法。对于一个音乐家来说，那一刻胜过一生。你不矫情，你很坦诚，是我的问题，我还没有想好该怎么做。雨辰，你没有错，错的人是我。如果非要说你做错了什么，那就是你不应该认识我。雨辰，你可要做好心理准备。我可能离不了婚。我不想去想这些事情，我只想跟你在一起，跟现在一样，永远在一起。雨辰，我是不会离开你的。我也永远不会离开你的。之后，我们共同度过了一段快乐时光，直到雨辰不辞而别。那2个月里，我找遍了所有的地方，都没能找到他的音讯。我每天借酒消愁，过得很辛苦。如果你们曾经爱过一个人，你们应该明白。谢谢。马上回法医中心开个会。你们是法医？对呀。我听说雨辰死得很惨，他生前最爱漂亮了。能不能拜托你们把她画得漂亮一点？他们是法医，不是殡仪馆化妆师。我们会尽力的。那等我出去以后，能不能让我再见到最后一面？这个需要征求死者家属同意。看来我没有什么机会再见到他了。谢谢你。现在种种物证都指证，张雨辰家就是装尸地点。可非常奇怪的是啊，在现场并没有打斗的痕迹，
排除熟人作案，我认为案发现场可能另有他处。假如郑浩在别处行凶，那为什么要在死者家里装尸啊？这一路变数颇多，犯罪成本极高，而且还要在尸僵完成前完成裹尸。按照正常人的逻辑，这不符合常理啊。除非是有人想把杀人这件事情嫁祸给郑浩。凶手的作案计划非常周密。现在回头想一想啊，郑浩如果真的杀了人，他会把他自己的衣服落在洗衣机里吗？这不是明显着把证据留在了现场吗？所以我认为凶手所做的所有事情，目的就是为了嫁祸给郑浩。我说过，有作案动机的不只有郑浩一个人，还有他的妻子罗琦。秦明啊，警察办案是要讲证据的，我会尽快找到证据的。这个案件呢，社会影响极大，嫌疑人有可能被判处死刑或者无期，这事关人命。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证明嫌犯无罪啊。主任刚刚不是已经说了吗？一切要以证据说话。嫌疑人呢，现在已经被我们拘留了，留给我们的时间就不多了。民航，是我。你好，赵天启，想跟您了解一下情况，能坐下来说吗？啊，您坐。是郑浩叫你们来的？想跟您了解一下郑浩他们夫妻的关系。对于罗老师上一次跟我说的那个空，我很感兴趣。回来啦。对，回来了。那我就要杀了你。怎么了？生气啦？没有，我挺开心的。对呀，我也觉得我们挺开心的。我们对对方都是保持很大的透明度，没有任何人可以威胁得到我们的婚姻，因为我们都知道，不管我们经历了多少事情，经历了多少人，彼此都是对方的终点。我记得我们的约定。我们都不是保守的人，我们怎么可能一辈子只对一个人心动呢？我们现在感情很好啊，所以说明我们的选择是对的。嗯。玩得开心。虽说他们夫妻各玩各的，但是碰上那种情况，我还是挺尴尬的。不过话说回来啊，你能接受罗琦，这也挺奇怪的。我和罗琦只是各取所需。罗琦是时尚界的女魔头，我要是得罪她，我的未来就毁了。实际上，罗琦想要得到的东西，他一定会得到，没有人逃得掉。我们调出了这个修理厂方圆3公里以内，案发后所有的监控视频，但是这个监控视频都保存不了多久，很多都被覆盖了，所以很难根据这个监控视频锁定凶手的具体路径。但是经过细致的侦查，查出了有4辆车曾经在这个修理厂进行过停留，有一辆是外地车，应该是临时过来探亲的，还有一辆是货车，搬家卸货，还有一辆是私家车。装上货卸卸货。没有啊，我就直接回家了。这3个人我们都找到了，各有各的理由，都排除了嫌疑。所以第4辆车就是目标车辆。对，这就是那第4辆车，这车是租来的。不过好在啊，这个租车公司给外租的车辆都安了 GPS 定位系统。我们调查了一下，这个车于5月24日早上6点离开了张雨晨的家，
7点左右，在这个修理厂停留了15分钟，然后驶向了城外树林，大概2个多小时吧。于早上10点左右把车还回来了。林间周围没有监控，这2个小时，嫌疑人很可能在清理车辆。这嫌疑人挺聪明的，租车的身份证是买来的，所有的身份信息全是造假。最要命的是啊，这车在这2个月里头，天天有人开，因为租出去比较便宜嘛。彪哥，这车应该是让人清理过，而且这2个月都没闲下来，难度挺大，别抱太大希望。有希望比绝望强。指尖有玫瑰血，面部有涂，肤色呈青紫色，特别是面部，窒息死亡。你怎么了？是不是做噩梦了？累了就回去好好睡一觉，否则觉也睡不好，工作也干不好。少睡点挺好的，睡多了更难受。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干我们这一行，做噩梦是常态。要不你还是休息一下吧，光是验 DNA 锁定归属者这一项工作量就已经很大了。我们还要调查租车的物证，这2个月车子被无数的人开过，如果调查起来，可能有上百号人，而且凶手很有可能清理过车子。我们这种大海捞针式的查凶手的痕迹，太难了。虽然大海捞针是个笨办法，但排除法不一定奏效的。没有巧办法，那就用笨办法。开始吧。著名的小提琴家郑浩先生涉嫌谋杀，正在接受警方的调查。对此，罗琦女士会对公众有一个交代。罗总来了。对于张小姐的不幸，同为女性的我，觉得非常的悲痛。但是作为一名妻子，我也绝对相信我的丈夫不是杀人犯。希望警察可以早日找到真凶，释放我的丈夫。就这样。这个马场应该是会员制，罗琦约在这里见面，就说明他是这里的会员，而且经常来这儿。我也是这会员。你经常来这儿骑马啊？也不经常吧。我跟你说，我爸跟着老板特熟。哎，雪飘爷，你想学骑马吗？不然体验一下吧。我跟着老板也特熟。打住，干活。人来了。罗小姐，这是您要的西瓜汁，请慢用。请问还需要别的吗？不需要了。我和郑浩结婚10年，相信你们从媒体上也看得到，我们俩婚姻很幸福。直到半年之前，他突然跟我说要离婚。他为什么要提出离婚？他说他想换个活法，当然我尊重他的选择，只是我没有同意离婚。你听过张雨晨这个名字吗？以前没有听说过，直到几天前你们把他从我家里带出去，我才第一次听说。据郑浩交代，你们夫妻之间选择了开放式婚姻，肉体自由，灵魂坚守。可郑浩是为了张雨晨才选择和你离婚的，他违背了自己的诺言。你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应该很愤怒吧？你刚才没有听我说话吗？我说了，我是前几天才第一次听说张雨晨这个名字。5月23号，你人在哪里？做什么？
我们20号的时候去龙帆市参加了时装周，27号返回了合川县，23号的话，应该是在龙帆大酒店参加庆功会吧。在此期间，你没有离开过龙帆市吗？我们有行车记录仪、开房记录，包括那天在现场的朋友和工作人员都可以为我证明在场。你们现在是在怀疑我是凶手吗？今天工作量已经这么大了，每个人都有极限的，你不要逼自己了。其实有个问题吧，我始终都想不通。你说。老板，哎，二位有什么需要？外边的那个歌手，你了解吗？我看他从上到下穿了一身名牌，像要把人民币穿身上了一样。他呀，这个小孩也是个小开，虽然比不上小林警官，但是比一般人还是强太多了。那为什么还要卖唱啊？每个人都需要掌声，需要认可，需要展示自己。但这跟你问题有什么关系吗？郑浩是个知名的小提琴演奏者，他需要展示自己。可我听林涛说，他放弃了小提琴，从事了小提琴教育，这得多寂寞啊！有必要把这个情况反映给刑侦的人。对了，说起小提琴，我想起来了，前2天有一个客人，可能因为失恋喝得烂醉如泥，最后拿这把小提琴当了酒巾，说第2天来赎，再也没来。那应该是一把有故事的琴吧？每一把琴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事。有时候啊，你要当做这个世界上只剩下你一个人，不要在意其他人，静静的感受。罗琦说的是真话。23号晚上11点，他参加完庆功会之后，直接回到了酒店。期间呢，有个送餐员去过他的房间，直到第2天早上7点，他才离开房间。所以呢，这凶手到底是谁呀？张雨晨甲状软骨骨折断口的痕迹，证实凶手的握力极大，他在一瞬间就掐断了张雨晨的软骨。凶手是强壮的男性。但这不能说明罗琦和案情无关，我们需要更多的证据。再给我们一点时间。没有时间了。郑浩是个名人，现在外面记者、媒体都在等着答案，而且我们确实没有证据来证明郑浩就不是凶手。李队要相信我们，再给一点时间就可以。那你需要多少时间呢？郑浩不是凶手的证据，就在这儿了。牵了线的木偶，是谁在控制？明月恍惚的烛火，在责问我。恐惧像无尽深渊，藏匿着什么？颠倒了爱与恶，被遗忘的故事，封尘的日子，时光像是琥珀，在等待我。倒影中的世界，心上的茧，爱怎么会无解？残酷的真相在眨眼之间，谁戴着面具卖力表演？悲伤的真相在呼吸之间，放肆的嘲笑嘲笑我。愤怒的真相在黑白之间，无声的庄严，谁在用灵魂悼念？模糊了爱与恨的边缘。And this love doesn't always move in the
前进的航线是谁在控制？已经模糊的曲直在追问我，这生锈的钥匙锁上了什么？看不清爱与恨。对与错的公式，回应无休止。时光像是琥珀，在荡涤我倒影中的世界，心上的结，我怎么能冷漠？残酷的真相在转眼之间，谁戴着面具卖力表演？悲伤的真相在呼吸之间，放肆的假象嘲笑我，愤怒的真相在黑白之间，无声的庄严，谁在用力换悼念？模糊了爱与恨。那残酷的真相在转眼之间，谁戴着面具卖力表演？有悲伤的真相在呼吸之间，放肆的假象嘲笑我，愤怒的真相在黑白之间，无声的庄严，谁在用力换悼念？模糊了爱与恨的边缘。腱鞘炎，手部肌腱和腱鞘损伤性炎症引起肿胀，严重者可引发永久性行动不便。仔细回想，郑浩的手已经有明显的病变了。看来我没有什么机会再见到他。郑浩是一名出色的小提琴家，这种病相当于毁了他的职业生涯。所以说，郑浩不再登台演出，勉强登台也会有失水准，所以他宁可不再登台。这是医院的病历，也是铁证。他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他的病情，因为他要维护住他小提琴家的名头，否则他将一无所有。所以他会对我们隐瞒病情。所以说，郑浩得了这种病，是肯定无法掐死张雨晨的，对吧？郑浩的主治医生说，郑浩是在4月底做的手术，案发当日是5月24日，那段时间他的手还在恢复期，所以他是没有办法靠双手的力量掐死张雨晨的。而且大夫也说，他可以为郑浩出庭作证。不愧是我兄弟。疾病排除了郑浩的嫌疑，我们总算没有冤枉一个好人。但坏人还在逍遥法外，更麻烦的事情
才刚刚开始。没错，郑浩不是凶手，但是所有的物证都指向他，那就只剩下一个可能：有人栽赃陷害郑浩。赶紧走！心里下了家里钱吗？回答一下我的问题，能给银行吗？回去吧。你要干什么？你要离开我吗？我早就应该离开这儿了。我知道你很难过，但是人不应该在难过的时候做任何决定。如果你早点同意离婚，我跟雨辰就能离开这儿，他也许就不会死。郑浩，你疯了吗你？你知道我性格的，你要今天从这个家离开，你永远都别再回来了。你放心，我不会再回来的。总是自己吃面不下去吃饭，我妈还以为你不喜欢吃她做的饭呢。是氛围。我知道，太吵了嘛，你喜欢安静的。也不是。太热闹、太温馨，反而会让我觉得我自己更孤单。我习惯一个人吃饭。偶尔呢，会跟舅舅舅妈一起吃，不过也不怎么说话。那你爸妈呢？我不记得他们的事了。怎么会不记得啊？那这是什么？这是我自己调制的草药，安神用的，放在枕头旁边，能让你睡个好觉。秦安这个字不是很重要，就是那天秦安县，真的有这个县？就在甘肃天水。总之，谢谢你啊。如果你有什么心事想要分享，我愿意当你的树洞。小的时候呢，我父亲就抛弃了我和妈妈，我对他没什么记忆。至于我妈妈，我是真的一点都想不起来。我想要想起来，每个人都有妈妈，我也有。但如果我一直都记不起来她的话，那我就始终都是个孤儿。我总觉得你比别人都出色，你闪耀的让人羡慕。但有时候呢，我又觉得你很可怜。其实我喜欢这里，就是因为我妈妈。这里的风景确实是挺不错的，但我喜欢这里是因为一个人。你说那个人是你妈妈？啊，有件事情你可能不知道，这里是我妈妈的故乡，我总觉得我们曾经在这里生活过。那怎么不找李队帮忙啊？局里能查到的资料肯定比你自己能查到的多呀。我要找的呢是个活生生的人，一段温暖庸常的生活。
不是一堆冷冰冰的资料。这个谢谢你啊，希望今天晚上可以睡个好觉。安然。啊。晚安。这回好了，终于知道什么叫做自作多情了吧？这还好没有进一步表示，不然就尴尬了。他就是对我一点意思都没有嘛。唉，这下轮到我失眠了。唉。儿子，今天妈妈带你到镇上去逛逛，快起床吧，小懒虫。儿子，妈妈在这儿呢，快过来跟妈妈合照。妈。阿姨早上好。哎，小青早啊！你今天怎么没有跟然然一起上班去啊？她已经走了吗？对呀，早餐都没吃呢。哎，对了，我去拿早餐，你帮我带给她啊。等会儿。哎，早啊！怎么了？生病了？这是安神的药，对睡眠好的。让你费心了。这是买给我自己的，我昨天失眠了，前前后后睡了就不到2个小时。你做的那个香囊挺管用的，所以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把自己调理好的。那你昨天睡得好吗？挺好的，算是一个期盼已久的美梦。那很好啊，以后要多照顾自己。什么意思？我昨天失眠，心情不好，所以嘴上也胡说八道的，你就别多想啊，我随便说说的。那走吧，去上班吧。啊不，我去买早饭。啊，不用了，你妈妈让我帮你带过来。我看大家最近老熬夜，所以就想给大家买点橙子，补充一下 VC。你先走吧。这段时间照顾大家辛苦了，谢谢你啊。那帮我拿橙子吧。警官，警官，张阿姨，我和郑浩
约着见面，我想有警官在场会比较好。我怕我忍不住会抽他。最近辛苦了，这是犒劳你的。石玉表姐呢？和李队出去办事了。太好了，你下午也陪我出去一趟。我没空。哎呀，我那是去办案，你就陪我一下嘛。万一有什么意外，你在旁边也好呀。有行动，有危险吗？我看你是有危险才想起来我的吧。请坐吧。没想到，你只是这样一个普通的男人。对不起，阿姨，我是真的想给玉晨幸福的，我也没有想到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对不起，阿姨。你不要跟我说对不起，你去跟我女儿说对不起。玉晨第一次下地走路，这是他第一次掉牙齿。小学4年级第一次得了3好学生，这是他上初中参加校运动会拿的100米赛第1名，这是他第一次登基的空城照。这是他用第1个月的工资给我买的礼物。从小到大，每一年有纪念日的日子，我都会给他拍张照片。我想烧掉这本相册，但是我真的舍不得。我只有玉晨这样一个女儿，她是我的全部。她那么信任你，信任你到可以和我翻脸的程度。我说这么多，就是希望如果你知道真凶的话，告诉警察，拜托你帮帮我的女儿，帮帮她。阿姨。你对张雨晨是真心的吧？你会伤害张雨晨吗？无论怎样，我不可能会伤害他。那给我们多提供一些线索吧。我也想，但是我现在真的有点乱。
你介意跟我们聊聊你的妻子罗琦吗？怎么样？是不是帅帅气气的？你这算是假公济私吧？我走了。哎，我今天可是调休的日子。你是我又不是，就算我是，我也不想陪你在这玩啊。你确定？我告诉你啊，这里可是罗琦经常来的地方。我记得休假日过来走访，这算工作了吧？那你叫我干什么？你脑子不是好使吗？对吧？我一会儿走访的时候，你帮我多听听，看有什么新的线索。不过，你要告诉我，我来说。那个，我其实不太会骑马，一会儿万一摔了，你得帮我处理一下。以前摔过，有阴影。嘘，这可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啊！我这2个月假的，我今天过来就是为了挑战自己。万一挑战失败的话，你真的得救我啊！放心吧，我认识最好的牙医。行，走。我怎么觉得我骑得还不错呢？你和这家马场很熟啊？这家马场的老板可是我爸的朋友，怪不得会把这么好的马给你骑。这匹马应该是竞技类的马，上肢较轻，下肢健硕，有利于跳跃。从毛色上来看，血统也很纯正。说的你很懂事的。哎，乖。我先去认识一下。走。贤师傅，你松手吧。你没事吧？没事吧？谢谢，我没事没事。没伤到，没伤到就行。谢谢啊。没事就行。怎么是你们俩啊？我的天！你们俩可以调查我，但是不能这么骚扰我。我要是摔伤了误工费怎么办啊？啊，你们赔吗？别以为你们是警察就了不起啊！小心我告你们。你误会了，我和他是过来骑马的，遇见你啊就是巧合。你们俩来这儿骑马？我是这儿的会员，这不是 VIP， 根本不能下马场。就他那个水平，你们俩会骑马吗？他确实是不会骑马，我是过来教他的。他和这里老板很熟，所以在这儿学最合适。你还教他骑马？我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你证明给我看你会骑马，要不然我今天告定你了。这可不是开玩笑。换衣服吧。走那边，走。罗小姐，你可得说话算话啊。
我就说吧，这匹马很乖很聪明，你还得多加训练啊。没想到现在法医的综合素质都这么高了。好，今天就不难为你们了。以后不想当法医的时候就来这儿当私教吧，我肯定点你。牛。我上学的时候啊，有专门学过马术，我舅舅特意安排的。我送你啊，上我车聊一会儿。不用了，我坐朋友车就行。长得挺可爱的，干嘛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样子？你以为你刚才一段才艺表演，我就不知道你想干什么吗？还是想调查我吗？我给你个机会，跟我做朋友，这样你就可以深入的调查我一下了。如果你真的愿意配合警方调查，可以联系我们的刑侦部门。你知道我们搞时尚的人都很在意眼缘的，我只是想配合你。有事儿找罗琦，我微信号。走了，秦明。我觉得吧，这女人是看上你了。她呢是用这种方式来向警方示威，她就是想告诉你，随便你怎么查，她都当做是在陪她玩。挺嚣张的，这越看越像个凶手，反社会人格。那不一定，有些人啊，天生就是这样的性格。喂，爸。臭小子，在哪儿呢？给我回来，马上！哎，好。看来我得赶紧回去了。没关系，你把我放前面，我自己走回去就行。对不住了，兄弟，回头请你吃饭啊。不用了，正好我想自己走走。哎呀，好像要下雨了。这样吧，后备箱有伞，你拿一把。嗯，好。这边。老小姐，郑老师说要在这住一阵子，怎么了？你们吵架了？夫妻之间小吵小闹了。待会我有事再叫你啊，老赵。谢谢。不用客气，那我先走了。
马骑的不错呀，但是做人不太老实。离那个女人远一点，我只跟你说这一次。秦明，你嘴怎么了？你得罪谁了？这不是洗醒了吗？你没事吧？你给我看看，没事儿。行凶人谁啊？敢打我兄弟，谁动手？不要命了吧？还不是多亏了你。行了，那你就跟大家解释吧，为什么我们会去马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反正我现在嘴疼，什么话也不要说。也就是说，你们利用业余时间去了马场，遇见了罗琦。在你跟罗琦有了交集之后，出现了一个神秘人袭击了你，他让你离罗琦远一点。他很在意罗琦，说明他和罗琦的关系不简单。秦明，你是法医，不是侦查员，你这么做不值得鼓励，太危险了。林涛，你太过分了。石玉表姐，我是真不知道事情会发生成这样。秦明不是刑侦的人，你带去走访也就算了，你把他一个人扔在外面，这件事情你要负责。我错了，就知道关心他。还有你，走访就走访，你撩什么妹啊？能不能不要管别人的事儿？那如果他不是要伤你，是要杀了你怎么办？让我解剖你的尸体吗？对不起，下次不会了。没有下次，你自己跟我保证。好，我跟你保证，没有下次了。情况我大概搞明白了。秦明，麻烦你站一下。行凶者身高大概在1.88米左右，体重在80公斤，力量充足。但他有一个毛病，就是在进攻的时候，身体习惯性向前倾，重心不稳。从伤口上看，他惯用右拳作为重拳，速度和爆发力都非常出色，属于杀手级别的。而你做了有限的防御，但实在不是一个级别的。总之，这家伙有足够的力量掐死张雨晨。就是可惜没看清长相。没关系，我记得他的眼睛，再见到他，我一定认得出来。秦明法医，你今天是来骑马的还是来找人的呀？哎，你这脸是怎么回事？昨天晚上被人给偷袭了，他警告我，让我离你远一点。可能是你的忠实粉丝，或者追随者、追求者。你也帮我传个话吧，我来马场呢就是骑马的，不是想跟你搭上什么关系的。我也友情提示一下，像你们这种坐班的人真的不适合户外运动，以后少来吧。我是为你好。来了，谢谢，不客气。谢谢十一表姐。你的伤应该吃些清淡的。所以清淡的呢？煎瓜西北风啊，这个最清淡，喝吧。
有情况？从马场出来就直接回家了。信息部查到他只打了几个工作电话，别的没有异常。那家伙今天最好出现，让我好好教训一下他。 那打不过就用这个。谢谢。不客气。醒醒，目标出现了。凌晨1点，鹏去哪儿了？会不会是去找打我的那个人啊？老郑，目标出现，我们2组交替跟踪。收到。 老郑，我们交替，你们跟上。收到。朝你。分头行动。明白。那个戴帽衫的，就是上次打你的。嗯。所有人注意，这里是闹市区，现在行动可能引起骚乱，等他们结束再进行抓捕。走走。什么情况？站住！没事吧？快走！
有长进啊！有人说你重心不稳，身在前倾，看来是真的。彪哥还真是厉害，这次你可真把我给惹急了。就盼着你今天出现，还真敢来！牵了线的木偶是谁在控制？明灭恍惚的烛火在责问我，恐惧像无尽深渊，藏匿着什么？颠倒了爱与恶，被遗忘的故事，封尘的日子，时光像是琥珀。在等待我，倒影中的世界，心上的茧，爱怎么会无解？残酷的真相在眨眼之间，谁戴着面具卖力表演？悲伤的真相在呼吸之间，放肆的嘲笑我，愤怒的真相在黑白之间，无声的庄严，谁在用力？模糊了爱与恨的边缘。And this love doesn't always move in a straight line. One day we hate each other, but the next we're doing fine. And the cruel truth, in the blink of an eye, for you to move on, gotta leave me here behind with these memories, golden like a treasury. Wish that we could blow a time out like a referee, but we can't. I know we had a plan, supposed to be together forever, but in the end. But in the end, 前进的航线是谁在控制？已经模糊的举止在追问我，这生锈的钥匙锁上了什么？看不清爱与恨，对与错的公式，回应无休止。时光像是琥珀，在当地我，倒影中的世界，心上的茧，我怎么能冷漠？残酷的真相在眨眼之间，谁戴着面具卖力表演？悲伤的真相在呼吸之间，放肆的嘲笑我，愤怒的真相在黑白之间，无声的庄严，谁在用力换悼念？模糊了爱与恨。
这次还多亏了你的警用喷雾，谢谢啊。这样的话就不用再说了。以后啊，不要挑战肉搏，害人害己。痛吗？有点。不痛不长记性。你没事吧？我，哎呀，我感觉我这个腰有点不太舒服。怎么啦？哦，这。这儿吗？再上一点，上一点。再右边点，啊！行了，我跟你们说，这次真的是算我们好运。那万一下次没有那么好运了，出事了怎么办？我一直都挺幸运的，但这次我确实是心有余悸。你们想啊，像林涛这种受过专业训练的，遇到沈烈都吃了亏。幸好这次有阿然的警用喷雾，要不然啊，结果真的不好说。那是因为我们没配合好。要是我俩稍微默契一点，拿下他不分分钟的事儿。哎，我们之间要不要有一个那种约定，就是说有一个暗号之类的？我觉得这个好。就比如我们4个人当中，如果有一个人被凶手给劫持了，我们就可以给对方暗号啊。比如，来，你干嘛呢？就比如说我现在被人给劫持了，这个时候你就给我一个点头的信号，然后我就踩脚撞头。真的啊！哦，哎，我也试试。这样劫持我，踩脚，撞头。欢欢，你要不也试一下吧？啊，我不用，我已经记着了。那咱们就这么定了吧。那祝我们大家这辈子都用不上这个暗号。哦，对了，彪哥在这里忙通宵的没走，我们要不要去看看他？走啊！走啦。彪哥，别乱动，弄乱了我还得重新整理。听说你们今天抓到一个嫌疑人，人是抓到了，可惜证据链不足，不能判断他就是凶手。怎么样？有什么进展吗？我们呢勘验了运尸车，经过比对发现，后备箱垫上的织物纤维与运尸带上的纤维一致。这个垫子上有一些遗留的微粒，有油漆成分。油漆啊！虽然凶手清理过垫子，但是因为油漆微粒它的粘度很高，很难被清理干净，所以足以证明运尸带曾经就出现在这个车的后备箱内。这个是彪哥查出来的。对。这些油漆曾经就来自于包裹尸体的保鲜膜上。按法医，彪哥，塑料膜上的油漆成分与死者家中的完全一致，确认无误。刑警队也找来了出租车辆，确认是凶手用来办事的车辆。好，辛苦你了，兄弟。可是，这跟找到凶手有什么关系啊？如果我们足够幸运的话，就能从这2袋里找出凶手的 DNA， 或者把嫌疑人的 DNA 数据拿去查验比对。如果在运尸车上发现他的 DNA， 就能确定嫌疑人的身份了。罗琦有作案动机，但他却没有作案时间。尸检结果也可以确定凶手应该是一名男性，不排除罗琦教唆沈烈杀人的可能性。2个小时之前，他们的 DNA 样本已经全部采集完毕了。即便如此，可是有这么多的毛发，这得干到什么时候啊？人多力量大嘛，来吧。那个华欢，你看我能帮点什么？你帮不上忙，出去吧。哦。沈丽，25岁，合川县人，曾在 AJ 时尚集团工作3年。罗琦是你的上司吧？
前上司，你离职之后跟他还有联系吗？偶尔会出来聊个天什么的。聊什么？就叙旧呗。只是叙旧，你们之间没有其他情感关系吗？没有。那昨天晚上你和罗琦约着就是叙旧呗？昨天晚上是偶遇，偶遇不犯法吧？我那天去夜市就想找一点烟火气息的感觉，但是没有想到会碰到沈丽。她以前是我的助理，后来就没有什么联系了。据我们了解，是你提拔的沈丽。不能完全这么说，也有她自己的努力。那跟我们说说具体的情况吧。大概是在几个月前吧，网上也有消息的。我们公司处于转型期，我急需让我们集团在新媒体面前增加曝光度。再这么下去 ，AJ 时尚集团就 game over 了。什么年代了，还在玩传统媒体的那一套啊？哎，你们不是认识很多什么主编吗？去约他们吃 brunch 啊，下午茶喝起来啊！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手段，公众号、自媒体、微博，下周末我要看到 AJ 时尚集团上热搜，要不然你们全员滚蛋 ！Understand？ 说话啊！你们全都关静音了，哑巴了？罗总，我们集团没有热点事件，又拿不出钱，怎么搞营销啊 ？Chris， 你入职公司几年了？4年了。4年？你给公司完成了多少 KPI 啊？你要是做不到，你就滚蛋呐！位子让出来呀！站住！你是实习生？对。从今天开始 ，Chris， 这个月的 KPI 没有完成，我不会兜着了，就让他来坐你的位置。周末我要看到 AJ 集团上热搜 ，OK？ 散会。咖啡给我送到办公室。我都没睡觉。实习生，有人要是再敢睡觉，名字告诉我。好。有什么资格睡觉？这女魔头都不用睡觉了吗？真是不要脸！大家加油啊！一会儿我请你们喝咖啡。谢谢了。上热搜了，上热搜了！罗总，罗总，所以这个板块呢，其实我们罗总，罗总，我们上热搜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等一下，热搜第几名？第3。所以你看，我们时尚集团就热搜这一方面完全是小 case。沈丽呢，有能力。也有想法，一路上呢也可以说是顺风顺水吧。但是我们这个圈子呢，就是能力越强的人，就很可能会单飞，他也不例外。我也很祝福他。他离职跳槽之后，我们很偶尔的会在一起吃个饭，聊个天什么的。他从你们公司走了，你们还会在一起吃饭聊天？我们其实就是生意人。
没有永远的朋友或者是敌人。那今天我们是利益共同体的话，那我们就是朋友；如果改天不是了，那就是敌人。他给我提供合作机会，我也没必要恨他吧。所以你跟沈丽只是同事关系？当然。找到了。不心虚的话，看见我们为什么跑？你们那么多人，怪吓人的。我知道你们干什么的呀。李队，找到证据了。他跑不掉了。经租车店老板确认，在案发时，你用伪造的身份证租了一辆车，在这辆车里面，我们查到有你的 DNA。恰巧，这辆车也是运送张雨晨尸体的车辆，证据就在你面前。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我没杀人，我跟罗琦也不熟。见了棺材都不落泪。我可算是长见识，昨晚打胎都打青了。你行吧，算我吹牛了。该提供的物证都有了，可惜都是间接证据。就像沈丽说的，尸体和电话线上都是郑浩的指纹，现场还没有发现他的痕迹。就算我们能证明沈丽运过尸，但是我们没有证据表明他杀了张雨晨，以及在哪杀了张雨晨。个人看法啊，我觉得吧，就是郑浩要和罗琦离婚，激怒了罗琦，而罗琦呢，就让沈丽那个臭小子杀了张雨晨，沈丽又是因为罗琦才这么做的。哎呦我去，这关系挺乱的啊。哎，之前你们去过的那个马场查过吗？上上下下都走了一遍，关于罗琦的问题也全问完了。欢欢，你师傅是什么意思啊？我师傅绝对不会说废话的，你记下来，肯定有用。让一让，给你做客房服务来了。你上次说药包管用，所以我这次就做了一个枕头，应该效果更好吧？怎么样，万事通？这回应该没有安情线了吧？虽然没有安情线，但书院正简里有这样一句话：“抗网令直，始乱更成，安秦之社稷。”坐下。哎，你不会是想用鸡蛋和药酒去我的淤青吧？对啊，安然，你是个法医，你要相信科学，所以才要试一试啊。科学都是需要验证的。我有个事儿挺好奇的，你跟林涛那天去马场撩罗琦，是不是用了什么美男计？不是。我陪林涛去马场，遇见他是巧合。所以你的意思是你魅力四射，是他没忍住，所以你们挨打了呗？从表面上看，是这样。哦，忍着点，力道越大，效果越好。我好心提醒你啊，咱们是法医，做事要有分寸，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你应该知道吧？我已经和你解释得很清楚了，遇见他是巧合。
吃了它，补补脑子，别把别人的好心不当回事儿。哦，对了，之前不知道你来这里的原因，我现在知道了。那有空就带你去逛一逛，看看能不能帮上你吧。谢谢。事实证明，鸡蛋是不能吃鱼群的。好。那个沈丽算个什么东西啊？据说是什么专业选手，还不是一样被我生擒活抓？是真的吗？9表1。我不打远啊。这啥了？如果是我，一个人就能对付沈丽，不需要任何的帮助。我现在打明，不管怎么说，都算你下犯上。别那么多废话。去。这样吧，我让您一只手。我认输。樱桃，下次执行任务的时候，要学会等待救援。这次算你幸运，我不希望你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出现问题，明白吗？明白，很明白。马场的工作人员说了一个新的情况：5月23号呢，有人驶过马场的门槛，可是当晚马场不应该有人。与张雨晨的死亡日期基本吻合，您去还是我去？像这种情况呢，还是你们年轻人去吧。啊。哎，去趟马场，带你骑马。你疯了吗？上班呢？去吧，别忘了带个箱子啊。带箱子？喂。好，知道了。马场工作人员交代了2件事：一，正好昨天去马场找了罗琦，有录像，有证据；二，5月23日案发当晚，马场的门卡有人使用过。哎，你们去哪儿啊？马场。巧了，我们去调监控。你们去干嘛呀？骑马。别问我，我不知道他葫芦里卖什么药。姚警官。你放心吧，
这匹马特别温顺，对人也特别友善。可是我不会骑啊。有我在，你怕什么呀？走吧。我和你说啊，我们这次来呢就是工作的，就像上次我和林涛那样。你这腹黑狗，你心机太重了。相册，你怎么来了？吓我一跳！什么相册？张雨晨的相册。昨晚9点你跑到我休息室来，待了半个小时，相册就不见了。这相册对于别人来说，别人不感兴趣。我们已经是陌路人了。我希望你不要毁掉我们仅存的美好回忆。美好回忆。你要真的觉得是美好回忆的话，你为什么会背叛我啊？结婚前我们就知道彼此是什么人，我们也写下了婚前的协议，相对自由，谁都可以去追求自己爱的人，对吗？那还有一句话呢，死也要死在一起，这句话你忘了吗？张雨晨出现之前，你有5次出轨，我1次都没有管过你。你没有跟我提过分居，更没有跟我提过离婚。对。但这次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啊？张雨晨死了，你还有什么理由不回家吗？罗琦，我简直没有办法和你沟通。我现在就问你，相册呢？那是人家的遗物，你要它干什么？那我还想问问你啊，我们俩结婚10年了，10年，你到底还爱不爱我？现在说这个还有什么意义？没有意义了。我早就知道我对你的爱没有任何意义了。你知道唯一我和你不一样的是什么吗？是我还爱着你。就因为我太爱你了，才给了你伤害我的机会。相册是在我这儿，但是我不会给你的，因为我把它烧了。我总觉得吧，这段监控有用，但就是说不出来用处在哪。这2个人从头到尾都没有说到关于案情的实质内容啊。你们这监控一般保存多久啊？一般是1周。那你们每天都会查看马场的监控录像吗？3天查一次。啊，对了，我们这里3个月前丢过一次门钥匙，后来是员工在厕所里面找到了。当时出现这个事之后，我们主管就特别注重安全防护工作，把客人所有的物品都放在柜子里。你说这万一要是丢了，我们还真担当不起。我看23号晚上有人拿门卡进入马场，就跟这丢失的门卡有关系。那23日和24日2天，监控录像有异常吗？那是2个月了，我查一下啊。好。哎，找到了。5月23号没有什么异常。等等，这监控时间是从凌晨开始的，之前的呢？哎，奇怪了。你这个硬盘是新的吗？不是，我们之前都没有换过硬盘的，这跟我们之前那不一样。你好，这是你们要的客户资料。谢谢啊，不客气。走吧，我们去找李队还有林涛他们吧。慢一点儿。客人记录，罗琦之前都是1到2周来一次，可7月份之后却变成了1周来1到2次。可能要让彪哥和环环来一趟，今天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你们这什么意思啊？我们是怀疑马场很有可能是第1命案现场。
彪哥，这个绿植应该是被人为移动过，对方的目的就是为了遮掩这个权益。我也问过经理了，他说他当时也注意到这个绿植被移动过，但没有当回事儿。这高度和这力度，的确只有沈丽这种练过拳的人才能办得到。说说物证的具体情况。3个月前，休息室的门卡曾失而复得，而找到的人就是罗琦，所以我们怀疑罗琦偷盗并复制了门卡。5月23日，罗琦把门卡给了沈丽，沈丽作案后用新的硬盘更换了拍下的视频证据，用这种让人难以察觉的方式销毁了视频证据。你的意思是，沈丽设法把张雨晨引到了马场，杀人之后把张雨晨又拉到他家里包裹尸体，并且销毁了监控视频。但是沈丽租车的 GPS 显示，他的车一直停在停车场，直到凌晨，车子直接开到张雨晨家，然后就是废弃的汽修厂。其实很有可能是沈丽杀完人后更换硬盘销毁证据，然后将尸体放在罗琦的车上运回了张雨晨家，再用自己租来的车将尸体运到了废弃汽修厂，用这样的方式来干扰我们的视线。假设我们的推断都成立的话，那么罗琦在这过程中至少帮过2次忙：一是引张雨晨来马场，2是把尸体运到张雨晨家里。瞒天过海，李代桃僵。但其实我们只要在现场或者罗琦车内找到张雨晨的 DNA， 那我们的推断就是成立的。还有沈丽的痕迹。找到了，带血的玻璃碎片，正好我们的生物提取仪也下来了。我去罗琦出差的酒店看一看，再去核实一下他不在场的证明。师傅，你是怀疑罗琦做的手脚？我只是确保万无一失。我建议把这段监控视频放给沈丽看。沈丽谋杀素不相识的张雨晨，我认为沈丽很有可能受罗琦的情感控制，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你在马场搭讪完罗琦之后，沈丽会在夜间用武力警告你要远离罗琦。出于嫉妒？与其说嫉妒，不如说是在维护自己的战利品。他为罗琦杀了人，他现在已经没有回头路了，他绝对不许任何人破坏自己的情感战利品。杀人后，沈丽并没有离开河川县，而是留下暗中联系罗琦。难道沈丽在等机会和罗琦私奔？如果说他们利用指纹来嫁祸给郑浩，那一旦成功的话，郑浩和张雨晨都会消失。我觉得还是要从沈丽这里寻找突破口。我认为这个视频可能就是突破口。罗琦曾经说过，他自始至终只爱郑浩一个人，这对沈丽来说可是一个不小的情感炸弹。Get， 林涛，嘿，把这个视频给沈丽看，要快。好的，李队。哎，审他的时候要一语中的，跟这个案子没有关系的就不要再说了，学一下齐明，办不漂亮就不要来见我了。警官，您看了我已经5分钟了，有什么想问的您问他。我现在很平静，我希望你接下来也能够保持平静。我很平静，我都说了不是我干的。不是你们还想刑讯逼供吗？我跟你们讲，现在是法治社会，是网络时代。今天我来是给你看一个视频。我们俩结婚10年了，10年，你到底还爱不爱我？现在说这还有什么意义？你知道唯一我和你不一样的是什么吗？是我还爱着你。就因为我太爱你了，所以才给了你伤害我的机会。我们酒店的餐车都在这儿了。好，谢谢2位。不客气。师傅，
你在想什么呢？我在想，罗琦住在酒店16层，当晚他没离开过酒店，监控显示只有餐车进出过他的房间。如果他想瞒天过海逃离酒店，伪造不在场的证据，他只能在餐车上做手脚。一旦他对餐车做了手脚，就会留下指纹、毛发和其他的 DNA 证据。但是师傅，这些餐车已经被很多人用过无数次了，数据量太大了，怎么找啊？我们要把每辆餐车都标号，提取物证，带回技术科，和罗琦的数据一一做比对。哦，对了，我提醒你们一下啊，一定要做到准确无误，不能有半点纰漏，否则我们得重新返工，懂吗？开始吧。好。但有个问题啊，师傅，你说他这个餐车也没法藏人啊。欢欢，怎么样？看完之后你还能平静吗？你为罗琦这么做，到底值不值？他为什么要骗我？你们说他为什么要骗我？你是没看见，是没听见啊？他根本就不爱你，他在利用你。不可能！行吧，等罗琦落网，我会提供你们2个人见面的机会。但你现在要告诉我真相是什么？现在就说。你知道我有多爱他吗？谢谢。来点吗？哎。我很可怕吗？没有啊。你不怕我，但是我知道公司里很多人都怕我。那可能是因为他们不够了解你。你很了解我吗？你一个人撑起公司，而且在现在这样环境这么不景气的时候，还能做到行业顶尖，真的挺厉害的。我跟你在工作的时候，我觉得你话挺少的，但没想到你还挺会聊天的，工作能力又很强，肯定很多小女生追你吧？没有，我也不喜欢小女生。为什么？很多男生都喜欢小女生啊。可能是太幼稚了吧。喜欢成熟的。你喜欢我吗？我是认真的。我其实早就认识你了，但是你不认识我。我上高中的时候，在杂志上面看过你的报道，就挺喜欢的。后来我就会特意的搜集你的照片啊、视频啊，存在电脑里面，所以我才到咱们公司来应聘。在生活里，能把梦想变成现实的人很少的。我就想做那种人。那祝贺你追星成功了。
你家住哪儿啊？我今晚上不想回家。你喝多了。喝多了才敢讲真话。那你还有什么真话要跟我说吗？你老公出轨了，所以你很伤心。你每天在公司里面加班到半夜不回家，公司的人都传开了。他不值得你为他难过，真的，他不配。你干嘛那么在乎我的事儿啊？我连做梦都会梦见你。你们永远都无法体会老七第一次亲我的那种感受，那种眩晕感。我不想因为寂寞开始一段恋情。下车吧，我给你叫了车了，马上就到了。所以我肯定他是真的爱我的。感情这种东西是装不出来的。我没什么可说的了，反正我们的爱情，你们是不会懂的。你不说清楚，我们能明白吗？啊！而且在你看的是爱的东西，在他那还不知道是什么呢。你不觉得你们之间的相处，他一直在引导你，控制你吗？你什么意思啊？你仔细想想我说的什么意思？我等着你告诉我。我给你提个醒了，在两性关系中，越是难征服的女人，这个男人就越想去征服她。这感觉熟悉吗？类似的情况有没有发生在你身上过？不知道那一次算不算？那好啊，陈总，等你从法国回来之后，咱们再聚吧。好嘞，一切顺利啊！走了走了。罗琦，你刚才没有敲门。老男人没一个好东西，不要被他们给骗了。说完了吗？出去吧。今天晚上6点，马克西姆餐厅。先生，您的花没拿。
好意思，不好意思。等一下，我浴袍在外面，帮我拿一下。哎。 你昨天晚上没碰我，你是个好男生。牵了线的木偶，是谁在控制？明月恍惚的烛火，在责问我。恐惧像无尽深渊，藏匿着什么？颠倒了爱与恶，被遗忘的故事，封尘的日子，时光像是琥珀。 在等待我，倒影中的世界，心上的结，爱怎么会无解？残酷的真相在转眼之间，谁戴着面具卖力表演？悲伤的真相在呼吸之间，放肆的假象嘲笑我，愤怒的真相在黑白之间，无声的庄严，谁在用力？ 模糊了爱与恨的边缘。And this love doesn't always move in a straight line. One day we hate each other, but the next we're doing fine. And the cruel truth, in the blink of an eye, for you to move on, gotta leave me here behind with these memories, memories golden like a treasury. Wish that we could blow a time out like a referee, but we can't. I know we had a plan, supposed to be together forever, but in the end. But in the end, 前进的航线是谁在控制？已经模糊的曲直在追问我，这生锈的钥匙锁上了什么？看不清爱与恨，对与错的共识，回忆无休止。时光像是琥珀，在当地我，倒影中的世界，心上的结，我怎么能冷漠？残酷的真相在转眼之间，谁戴着面具卖力表演？悲伤的真相在呼吸之间，放肆的假象嘲笑我，愤怒的真相在黑白之间，无声的庄严，谁在用力换悼念？模糊了爱与恨。
跟你道个歉。其实骑马挺好玩的，所以就算你之前是假公济私去骑马了，那我也可以理解你。说实话，我不喜欢骑马。有故事。林涛有，他摔掉了2颗牙，现在还是假的。你不会是假的吧？我摔的是臀大肌，还有部分中肌，还好梨状肌没什么问题。直接说把屁股摔了不就得了吗？是不是躺好几天？所以说啊，我也不喜欢骑马。到了，看看有没有鸡屁股，可以烤着吃。这不当不正，我们吃的是哪顿呢？我今天的信息量和工作量实在是太大了，我现在饿的可以吃下1头牛。厨师都下班了啊，只有我亲自给你们做了。我以后多带点民宿的客人过来捧你场。那帮小年轻啊，拍照的拍照，直播的直播，就是不肯正经吃饭。算了吧，他们领略不到食物真正的魅力。我第一次看你打哈欠，我给你的安静止都管用吧？你看，我就说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它就是管用，是不是？哎呀，我打包东西还没拿呢。打包的好了，吃的给你打包回来了。明明，快下楼吃饭来吧。走啊！喂，真的有用？什么有用啊？谢谢你。谢我干嘛？我终于想起来我和妈妈住的地方。过不了多久，我一定可以找回失去的记忆的。昨天你的爱情故事，我们已经充分的了解过了。我想，你和罗琦的欢乐时光很短暂吧？毕竟他是有家室的人啊。你们这些俗人是不会懂我们的爱情的，这很正常。如果你们一直相处融洽，那你为什么要偷偷的躲起来，准备暗中保护罗琦？我同事可是被你狠狠的揍了一顿。他也拿喷雾教训了我，他不吃亏。我们去过 AG 集团，询问过那里的员工，他们说，在你离职之前，你和罗琦的关系闹得很僵。那些3把嘴真碎。再讲个故事吧，为什么罗琦对你的态度发生180度的大转变啊？就是猜忌我呗，小心眼儿，女人不都这样吗？你看我还有肱二头肌，你摸一下嘛。哎，可以的。你还有胸肌啊！一会儿我们一起去健身啊。我一会儿帮你做好了送过去。当时我们部门新来了一个女同事，我跟她之间真的就是工作上的交流，谁知道罗琦误会了。下班了，要不要一起去健身呀？我今天稍微有点忙，要不改天呗？你说的啊。啊。那我先走啦。你先去吧，拜拜。还是年轻人有活力啊！这么快就找到了去健身房的好朋友了。不是你误会了，就是新同事他
他刚来就随便聊两句。你不是跟我说你不喜欢小女生吗？但我今天觉得你跟小女生很般配。罗琦啊，哎，罗琦，真不是你想的那样，你还不了解我吗？罗琦啊，手放开。以后叫我罗总。你真误会了。下班了，出来了，再见。下班了，我先走了，拜拜。嗯，拜拜。她就是那种女人，前一分钟可以让你上天堂，后一分钟就让你下地狱。你误会我了。那段时间我一直在恨自己，我非常自责，我怎么会把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给亲手毁掉了呢？然后呢？你做了什么？为了弥补我的错误，我什么都愿意去做。你喝多了吧？别喝了。你知道我有多难吗？在公司里面，我不敢太明显，我怕造成绯闻影响你，我更不敢去你家，我怕你老公为难你。那我该怎么办？罗琦，你告诉我该怎么办？你不理我，我觉得我的整个世界都塌了。我跟你说过了，我讨厌背叛的男人。我没有。离开我吧。不要。你是真的爱我吗？我爱你。如果真的爱一个人，是会愿意为对方做任何事情的。你愿意吗？我愿意。我愿意为你做所有的事，所有。硬盘检测结果出来了。经过检测，我们最终在硬盘上发现了沈丽的微量血迹。很奇怪，他为什么会在硬盘上留下血迹呢？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张雨晨在自卫的时候不小心弄伤了沈丽，而沈丽呢，用戴着手套的手接触了伤口，然后又接触了硬盘。手套还有硬盘都是深色的，当时又是夜晚，所以沈丽并没有留意到留下来的血迹。所以我们能确认马场的休息室就是第一案发现场。有了这份报告，沈丽就无处可逃了。哦，对了，在碎玻璃上的血迹也证实了，确实是张雨晨的。等一下，这上面为什么有罗琦的血迹？罗琦不是有不在场证明吗？有可能是伪造的。我们正在勘验现场证据，但是数据量太大，需要时间。彪哥让我向您汇报一下。好，
用案发现场物证做报告，给林涛、赵副队打打气。收到。沈丽，我们又见面了。通过这些检验报告，充分可以说明以下事实：第一，我们在马场的监控室的硬盘上发现了你的微量血迹，这也就说明了你销毁了拍下来你罪证的监控，换上了新的硬盘。这招确实难以察觉，你很聪明。第二，我们在沙发下发现了玻璃碎片。从这些玻璃上检测到了张雨晨还有罗琦的血迹，这就说明了张雨晨在反抗嫌疑人攻击的时候，不小心被玻璃碎片划破了手指，同时嫌疑人也被玻璃碎片划伤了皮肤。嫌疑人也很聪明，将这些玻璃碎片都给扔了，可惜还是遗漏了沙发下面的碎片。第三点，也就是罗琦所谓的不在场证明，我的同事开验了大量检材。最终在12辆餐车内发现了证据。你好，女士，你的餐到了，进来吧。当晚，罗琦用5000块钱收买了送餐人员，然后藏在车内逃离酒店，最终再返回命案现场。这个餐车托盘下边内侧发现了罗琦的毛发、指纹以及皮肤碎屑。给罗琦送餐的送餐员已经承认了，他帮罗琦做了伪证。人算不如天算，任何犯罪就一定会留下罪证，无一例外。当晚你和罗琦就是在马场的休息室里，也就是第一命案现场，铁证无疑。说吧，沈丽，怎么杀的人，怎么弃的尸，怎么嫁祸给的郑浩，证据都在这儿了，你现在说还不晚。那天晚上张雨晨断气以后，罗琦让我弃尸。为了摆脱我跟罗琦的嫌疑，我用不同的车辆分段弃尸来迷惑你们。我先是用罗琦的车把尸体拉到了张雨晨的家里，然后包裹好尸体，再用我租来的车把尸体抛弃到了汽修厂。我不得不说，你挺聪明的。你这招确实让我琢磨了很久，但是最后，车里的证物出卖了你。为罗琦这么做，值吗？我也想过这个问题。罗琦承诺过我，杀了张雨晨以后，他就跟我一起远走高飞。可是我知道，只要郑浩在，罗琦肯定不会信守诺言。她很爱她老公，我一直都知道。但是我没有退路了，我杀了人，我替他杀了人，所以我必须用这件事情借机除掉郑浩。我必须要让罗琦断了念想。那天晚上，我从后门扛着尸体上楼，我拿有郑浩指纹的电话线绑住了尸体的双手，然后想把尸体装到袋子里。但是我没有想到，人死了以后会变得很硬，我怎么弄也弄不进去，所以我就地取材，用塑料膜把尸体包裹起来。我本来以为自己做的天衣无缝，人算不如天算，还是被你们给逮着了。你们知道吗？如果罗琦信守承诺，早早的跟我一块离开河川，我今天是不会坐在这里的。聊聊罗琦吧，说说你和罗琦是如何对张雨晨行凶的。拿张纸，还有笔，我给你写一个邮箱。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我都拿针孔摄像机拍下来了。
你们看完就知道了发生了什么。拍下罪证，为什么？我爱罗琦，但我又不是个傻子，我当然要留下证据了。我要用这件事情，让他一辈子都离不开我。这是我们2个人的地狱。我们确定了罗琦手机的定位，人在河川县西餐厅，出发。哎，通知救护人员，以防万一，希望用不上。走。那时候的我比张雨晨更美吧？罗琦，你这又何必呢？我就是想提醒你，我们年轻的时候也很恩爱。你就不能放过你自己，也放过我吗？我这不约你来吃散伙饭了吗？喝完这杯酒，我们1拍2散。说实话，我们从来都没有骗过对方，是有过那么几个情人，但是都会跟彼此分享，直到这个叫张雨晨的人出现，他威胁到了我们的婚姻。郑浩啊，我太了解你了，你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全身都会发光，这种光是藏不住的。罗琦，我一直想问你个问题，到底是不是你杀的张雨晨？怎么说呢？我没有亲自动手吧，我找了个人帮忙，沈丽。你疯了？你以为你没疯吗？结婚前你答应我的那些，你才是个疯子。我们俩是天生一对啊。反正我们以后也不会再见面了。我好久都没有听你给我拉小提琴了，小提琴已经给你准备好了，你就拉一首我最喜欢的《爱的忧伤》。罗琦，我的手已经废了，我已经很久没有碰过小提琴了。什么时候的事儿？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你有问过我吗？我们曾经过去的生活已经回不去了，难道不是吗？罗琦，你知道我为什么会爱上张雨晨吗？因为雨晨的很像我刚认识的时候的你。
可是你现在变了，我也变了，我们都不是原来那个自己了。洛奇，我爱你了。你要去哪儿啊？你在酒里放了什么？没有什么，我只是想陪你走到人生的尽头。郑浩，我们结婚的时候发过誓的，谁也不能离开对方。你不爱我了，但是我还爱你。你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叫救护车！是。证据链凿时，在罗琦车子后备箱里发现了张雨晨的血迹。坐。郑浩约我们在这儿见面，他差不多10分钟之后就到吧。姐姐，对不起，我是跟郑浩在一起以后才知道他是有家室的人的，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分不开了。也不能完全是你的错了。就算你不出现，我们2个人的婚姻也走不了多久了。自己的老公，肉体和灵魂双重出轨，是个女人都接受不了的。与其这样痛苦下去，倒还不如成全你们呢。谢谢姐姐。郑浩说了他会净身出户的，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可能算不上什么安慰，但是我们真的都很想尽力补偿给你。对，你们真是一对有良心的人啊。你别反抗了，我今天就没有打算让你从这个房间里出去。你去处理一下伤口，剩下的交给我。你可以吗？
原来是罗琦把张雨晨引到了马场。从张雨晨通话记录上来看，并没有发现罗琦的电话号码，所以有可能是罗琦用了郑浩的电话约他出来见面。张雨晨想借机向罗琦表达歉意，才会轻信罗琦同意去马场的。简单、单纯、轻信他人，这是他吸引郑浩的地方，也是因此丧了命。但我不明白，像罗琦那么聪明的女人，怎么会为爱情那么失智呢？他也许不是放不下，他只是输不起。有道理。罗琦对沈丽的诱骗，害了沈丽。这种畸形的爱，就是一把害人的利器。做个无情的人，也许会更轻松一些吧。罗琦醒来之后会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郑浩醒来以后，托安然把相册交给张雨晨的母亲。证据链闭合，嫌疑人认罪伏法，提案交到检察院。空姐案尘埃落定。案子虽然破了，但更重要的是安慰在案情中需要被抚慰的人。这一点安然做得比我们都好。那是，我11表姐人好。哟，就你一个人啊？嗯。想吃点什么？哎，哦，对了，嘿嘿，安法医已经嘱咐了，店里有一套你的专用餐具。我有事儿跟你说。你要买这房子啊？嗯。年轻人，有梦想是好事啊，但你不是林公子啊。这房子是临街的铺面，虽然比不上大城市的价格吧。那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呢。我知道这个您不用担心，我会管舅舅借钱，还可以银行贷款，只要您同意，这一切都好办。抱歉啊，秦法医，这事儿我不能答应。条件任您开。这不是钱的事儿，这家店我已经经营了很久了，房子也很早就买过来了，这都是我的心血呀。对不起啊，我知道我这样确实有点强人所难，但这里对我来说啊，真的是有特殊意义的。真的不行。那要不这样吧，您看，您能不能租我一间？就比如楼上的一间。对不起，我很看重私人空间的，我并没有出租的打算啊。那您方便我去2楼的其他地方再看看吗？真对不起，这是我私人的地方，我有权利拒绝的。那打扰了。
牵了线的木偶是谁在控制？明灭恍惚的烛火在责问我，恐惧像无尽深渊，藏匿着什么？颠倒了爱与恶，被遗忘的故事，封尘的日子，时光像是琥珀。在等待我，倒影中的世界，心上的结，爱怎么会无解？残酷的真相在转眼之间，谁戴着面具卖力表演？悲伤的真相在呼吸之间，放肆的嘲笑嘲笑我，愤怒的真相在黑白之间，无声的庄严，谁在用力？模糊了爱与恨的边缘。And this love doesn't always move in a straight line. One day we hate each other, but the next we're doing fine. And the cruel truth, in the blink of an eye, for you to move on, gotta leave me here behind with these memories, memories, golden like a treasury. Wish that we could blow a time out like a referee, but we can't. I know we had a plan, supposed to be together forever, but in the end. But in the end, 前进的航线是谁在控制？已经模糊的曲直在追问我，这生锈的钥匙锁上了什么？看不清爱与恨，对与错的公式，回应无休止。时光像是琥珀，在当地我倒影。